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今天是九寨沟赏秋的第一天，却遇到了大雪。提前预定了九寨沟的门票，一共259，只是景区入口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入场。今天九寨沟是个阴雨天气，景区交通车开了一会儿，前面就下起了小雪。景交车为了分流，第一波游客直接拉到了长海。那里海拔比较高，所以全都是大雪，这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游客都通过车窗往外看，惊声尖叫。这里就到达了长海，虽然下着大雪，看不清远方，但是风景也尤其特别。很多人兴奋地换上了藏袍，在这里拍照留影。这样的雪景，即使我作为一个北方人，也很少欣赏到，确实太美了。看着非常像雾凇，白茫茫一片。在长海短暂停留了一会儿，现在去五彩池，一路上都是漂亮的雪松，厚厚的积雪。简直就像走入了童话世界。没想到到九寨沟赏秋，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雪，还是非常兴奋的，毕竟可以看到2个季节。这里的游客并不少，看看这长长的队伍。我还是挺幸运的，每次到一个景点都能够遇到特别好的天气或景色。这是景交车，明明话那么寒心，假装
整个长海地区都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累积也不能相信，前面就是五彩池了，如纸般薄命。看看我身后的人群，都为这壮丽的景色而兴奋。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法靠近，却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今年九寨沟的雨水非常大，加上这次大雪，整个五彩池的水位非常高。满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看看下面的栈道都被水淹了，所以只能在上一层平台观看。多美的景色，静静地欣赏一下。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法靠近，却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满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今天继续带大家游览庐山的西线，这里是庐山西线的精华景点。吹过云朵在天边来的路，忽然之间默默地听懂，我在流连茫然追逐遥远的梦，那些话是换得的礼物，吹开了迷雾，宇宙心中变幻时空，生命的律动，信念的眼眸感动自如。庐山的风景区很大，分为东线和西线。在庐山风景区，我买的是7天的观光车票，70元。庐山的所有景点都可以坐观光车到达。今天带大家走庐山的西线精华景点，首先坐到终点站，仍然是电站大坝。电站大坝这里，除了坐索道去昨天我去的石门涧，另一个方向还有2个可以玩的地方。这2个地方就是乌龙潭和黄龙潭。这2个地方都是平缓的道路，很轻松。昨天我视频中谈到让大家帮我投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0多票了，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投票。投票的方法我也在西瓜视频的置顶留言里做了说明，能看明白的粉丝就请动动手指，每天投个票，每天可以投30票。如果你现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一个贴纸，直接点进去就可以。
现在就到了乌龙潭，这里是拍《西游记》水帘洞外景的地方。来这个乌龙潭的人不多，所以很清静。夏季坐在这里很凉爽。从车站走到乌龙潭只有10多分钟，现在再返回去黄龙潭。前面就是黄龙潭了。黄龙潭这边，在2片悬崖峭壁间有一段瀑布，岩石上有一些古人的题词题字。看看两边的峭壁间流下来的瀑布，岩壁上黄绿色的苔藓，地上的大石头，黄龙潭。黄龙潭这边如果不徒步，半个小时就够了。现在坐车返回到花径。这个是花径站这边很漂亮的如琴湖。庐山有2座美丽的湖，都是人工湖，一个是庐陵湖，庐陵湖在东线，一个是西线的这个如琴湖。之所以叫如琴湖有2个含义，一个是湖边有个石碑叫水声如琴，一个是从空中看下去，这座湖像一把琴。如琴湖春夏秋冬都很美，很上镜。沿着湖边可以散散步，有很多小花园。这里也是当地人最喜欢遛弯的地方。如琴湖边上就是非常著名的花径，在电影《庐山恋》里面，这里多次出现花径亭。人间4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就是白居易的一首著名诗篇，诗名叫做《大林寺桃花》。花径景区里最著名的是白居易草堂。刚才的这首诗就是白居易在游览花径时看到桃花盛开涌出的一首诗篇。这个就是白居易草堂，当然原址不在这里。白居易曾在庐山待过多年，这里面展示了白居易在庐山期间的一些生活记录。白居易草堂门前的湖面很漂亮，还有不少的荷花。在如琴湖和花径这边游览完毕，可以到马路对面，对面是锦绣谷。从这里的锦绣谷沿山谷行进，大约1-2公里，可以一直走到仙人洞。这是锦绣谷里的天桥。今天我是从花径这边锦绣谷一直走到仙人洞，当然也可以从仙人洞那边走过来。总的来说，锦绣谷这边的道路不是很难走，只有一部分是爬上爬下的。但是这里很多地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安装了很多护栏。
往下望去，这个山谷非常深，还是挺可怕的。从花径这边的锦绣谷一直走到仙人洞，估计要走1个小时。中间有1、2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感觉这边的悬崖边、栈道边的树都不好看，所以拍照不好看，而且还阻挡视线。不知道其他时间这里面游客多不多，反正今天路上看到的人很少。我个人感觉，如果在庐山待的时间不多，又爬了五老峰或者三叠泉，这段锦绣谷可去可不去吧。可以从外面直接坐景区的观光车到达仙人洞。不知道其他人走过锦绣谷的感觉这边景色如何？我想如果碰到云海就另当别论了。前面就要快到仙人洞了。现在进入了仙人洞这边的景点。这个仙人洞供奉的是吕洞宾，据说当年吕洞宾就是在这里修仙的。这个是旁边的太上老君殿。这个洞高6米，深15米。进洞看一眼，里面有个瑶池天泉洞。庐山是有很多的猴子的，在仙人洞这边就有非常多猴子。这里的猴子看上去还比较温顺，不会过来打劫。这儿的猴子皮毛很漂亮。哇，这真轻。过有这种过小的咋的？哎，有没有大了？不，过去这小饼整个连光来着了，然后面都连来了，看到吧？对吧？看得到。这边。这些猴子就在头顶的树枝上，距离很近。这边这个这个饼从期待到那个的。前面就是仙人洞的正门了，门口的这块石头和松树很著名。这个就是仙人洞的正门。
在仙人洞正门的左边有个玉碑亭，这个亭子也是有来历的。结束了仙人洞的游览，坐景区的观光车回去休息了。今天玩了4个地方，这4个地方也是西线一日游的精华。明天去西线最后的2个地方，大小天池。这是在庐山的第6天，今天去看看庐山的大小天池。很想留在这里来一场禅修之旅。景区的观光车，在庐山待了几天了，个人感觉这里游玩的地方很多，虽然景色和我之前去的很多地方相比没有那么惊艳，但是还是印象深刻。昨天到今天又看到很多网友给我疯狂投票，谢谢大家。今天还有初赛的几个小时投票时间，可以继续投票。小天池这，现在到了庐山的小天池，这里有一个庐山的牌楼。小天池最著名的是诺那塔院，这个塔院位置非常好，而且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来庐山旅游去小天池的游客并不多，但是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小天池的诺那塔院在山上，需要爬一段山路。大约10分钟就爬到了诺那塔院。诺那塔院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我国南方少有的对外开放的一个密宗场所。眼前的就是小天池，看上去这是一个天井，据说这是文殊菩萨用一指禅戳出来的。来小天池不仅是为看这口井，这里有一个神秘的诺那塔院。眼前看到的这些都是来这里做禅修的人。这个塔院面向社会，普通人都可以申请来这里禅修。我也是很好奇来这里禅修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和他们简单沟通，都是在网上申请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短则在这里待2-3天，长则待1个月，食宿都是免费的。我都有一种冲动想在这里报名，因为真的是修身养性的好场所。这个是塔院著名的白塔。小天池景区的自然风光非常美，山顶有个亭子，不过到这里的时候天气变得不好，云很厚。小天池也是庐山拍云海最好的位置之一。
云雾越来越厚，有点要下雨的感觉。又回到塔院，如果在这里禅修，每天会有2个小时在这里打坐，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我真蜷不起腿来。如果你对来诺那塔院禅修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下次来庐山，不要忘了来小天池这边看一下。现在又坐车来到了大天池。大天池，很多人可能从名字上对大天池、小天池抱有一些自然风景的期望值，而且所谓大天池、小天池，其实也就是一个天井，非常小的一个小水池。现在是去往大天池的路上，中间可以爬上一个小山，山上有个天池塔。这里还有个天池寺的石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大天池的游客也不多，如果只是在这里看大天池，大概20分钟就可以。从大天池的车站入口到这个天池寺的山门，走5分钟就到了。这里的云雾也很大，这里有个文殊台，本来是个观景台，据说有不少人在这里看到过佛光，但今天浓雾太大了。这个遗址院落里，前面就是大天池。这个大殿的前面就是2口天井，就是大天池。这2个天井也是终年不枯的，传说也是文殊菩萨用2指禅戳出来的。大天池的介绍。很多人来大天池，更多的是去看龙首崖，因为大天池的位置也几乎是在悬崖峭壁之上。从这里有个小门，就是通向龙首崖的。从大天池到龙首崖，要向下走200米左右。是
龙首崖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石崖，很多人在这里拍过很漂亮的照片。这就是宣传画上的庐山龙首崖。这个龙首崖又被称作舍身崖。而这2天确实不巧，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女孩子跳崖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被封锁了。很可惜，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在大天池看到最美的景色。在庐山将近待了1周，真的很喜欢庐山。这次的庐山之行也基本结束了，因为看天气，接下来都是阴雨天。这是我第2次来庐山，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只是现在各地的疫情不太稳定，旅游还是有些限制，所以还没有想好接下来去哪里。也许准备先回北京休息几天，看看各地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旅程。也谢谢这2天给我投票的各位粉丝，